情商课虽然鼓励大家做自己，可是人无法独立于别人的眼光而活。情商能够追求的不是完全的做自己，情商能够追求是恰当的感受别人对你的意见。所以如果要鼓励小孩子接纳自我，而那个接纳自我的前提，恐怕难免有一部分来自于别人对他的认可。我不可能天真的告诉一个小孩说，你可以独立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忽略所有人对你的目光，然后你一个人接纳你自己就好了。我如果做这种鼓励，我担心这个学生会不知道如何自处啊。所以这是我真心的想法。减不减肥倒不是今天这个题目的重点，而是比方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家有一个晚辈跑来问我说他想当一个废物，可不可以？我真的很为难。我就说，如果你觉得当废物是你人生最想要做到的事情，你就当废物吧。我如果让他接纳自我，我应该讲到这边就停住哦。可是我忍不住多嘴讲到后面的话，我忍不住跟他说，其实人生完成一些事情很有意思。有一天如果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完成，可是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你心中真的没有一丝惋惜，说你要把你的人生丢去做废物，你舍得吗？你不觉得完成一点随便什么都好吗？我觉得我们台上这几个人真的没有资格聊这种题目，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我们天生想完成一点什么，所以我们完成了。可是想想那些天生想当废物的人，你真的舍得鼓励他们说当废物吧，接纳自己。所以我只能讲说这一方很难辩，可是这方讲的正是处于这个世界上的真相，没有人能够豁免于任何人的眼光，然后完全的接纳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在嘲笑你，你要问你自己，这样子的我还能够接纳我自己吗？这是我永远的疑惑，我不会在今天得到答案。可是胖也好，要不要当废物也好，都一样，就是你只能追求的是我在恰当的接纳别人的评论，然后我也恰当的接纳我自己，而不是极端的做任何一种选择。谢谢。大家好，我是蔡康永。如果我生在古代的话，我希望我是太上老君，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没事把孙猴子抓到锅子里面来炖一炖。大家好，我是薛兆丰。如果生活在古代，我希望我是唐伯虎，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出口成章点秋香了。大家好，我是李诞。如果出生在古代，我希望我是拿破仑，因为我想学法语。大家好，我是吴谨言。如果我出生在古代，我希望我是令妃。我想看看和魏璎珞她像不像。哎，谢谢吴谨言，欢迎吴谨言来到《奇葩说》。吴谨言已经看了一期《奇葩说》了，但是我发现你滴水不漏。你不光令妃可能是清宫第一辩手，你在生活当中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辩手。然后就是康永哥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尤其是在就是接受康永哥采访的时候，经常会掉到他挖的坑里。但是我发现刚才康永哥好像没有在你身上占到什么便宜，是吧？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得体，站在对方的身上占到便宜。不是，就是你希望我套出一些什么是吧？就是对啊。谨言，你以前是学芭蕾舞的。这句话你已经开始提防我了。啊，那舞者换衣服的时候都是在大家队员面前就赶时间就换了吗？对。那会完全忍得住不看别人的身材吗？互看都大家看一起。康永哥，我替他解一下围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大牌的
那就特别严谨的那种。我倒认为她是少女的羞涩，哎，所以她现在还处于很好奇这个主持人到底想干嘛。他就是好奇您会问什么了，我问什么他不会很好奇。真的吗？对，我很好奇你问什么呀？不是，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题目，告诉我说，其实现在的清宫剧拍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雍正、乾隆年间那同一个时段的事情，同一个时段的那点事儿。所以他们让我问你的问题是：《延禧攻略》里的魏璎珞是《还珠格格》里的谁？就只有一个令妃啊。哇，他好严谨，就只有一个令妃，只有一个令妃。所以《延禧攻略》里的太后是《甄嬛传》里的谁？嬛嬛。是《还珠格格》里的谁？太后老佛爷。于妃的儿子是谁？著名的五阿哥。他在《还珠格格》里的老婆是谁？著名的小燕子。他二老婆是谁？知画。知画的扮演者秦岚在《延禧攻略》里扮演的是谁？我最爱的皇后。《延禧攻略》里的娴妃是《还珠格格》里的谁？皇后。娴妃是《如懿传》里的谁？如懿。那么请问《如懿传》里的周迅是谁？如懿。那是他演的好还是你演的好？绕来绕去问这个呀你，真的好无聊这些编导哎，他们就特别想知道。我们问个中性一点的问法嘛。好，你有看《如懿传》吗？看了，但是我《延禧攻略》都没有看完，《如懿传》有些片段网上的会看。啊，所以看了的感想是演得好。我得到跟你一样的答案，就是演得很好。谁演的最好？周迅。当然了，当然，你这个咱俩观点完全一致啊。哎，你为什么觉得他演的不好呢？其实也不叫演的不好哦。我是不是掉你沟里了？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奇葩说里的李诞是吐槽大会里的谁啊？那没听过这节目。来，我们看一看这一期的辩论题目。我是红梅，正如你们看到的，我很有 style。非说我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就是我比他们胖一点儿吧。来，我们今天来发效果啊。这个阿毛来插孩子，挺瘦啊。这个阿宝来插孩子，去 S 的。红梅叉 L。我来。哇，真费布料啊！太大了吧？减肥吧，胖妞。居然还有2个查好的校服。你昨天看尔晴打魏璎珞那段吗？看了。哇，吃的也太多了吧！你一个人吃我们3个人的量，还吃这么多？肉长在我身上，关他们什么事儿？观众朋友们，我因为太胖被同学嘲笑欺负，到底该不该减肥呢？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向所有看这个题目的所有胖子道一声歉，对不起，我自己也是一个胖子，只是觉得这道题确实困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许把它拿出来讨论不得体。但是我们又忍不住把这种真实的想法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所以道歉之后，希望我们平心静气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红键是该，蓝键是不该，请按键。5、4、3、2、1。51比49。哇，好奇怪啊！为什么？我还以为就是一边倒的不该呢。对，我也会以为是不该占优势。我没有想到票数这么接近哎。好，那我们表达立场之前，先问问谨言，你觉得呢？就像你这样的胖子，哼，当然不减。你这个冷笑是因为你觉得谨言这辈子就没有胖过是吧？你应该没胖过吧？有胖过。胖过？你现在多少斤？90不到。哇！那时候呢？96、7。我的天！我的天哪！生气！哎，你怎么减肥啊？就是怎么保持身材啊？
我习惯了，就我以前是从我10岁开始就基本上科学性的节食。哇，就是请问什么叫科学性的节食？就是那个吃的东西克量什么轻什么重，然后什么以后吃了会胖，现在吃了不胖，现在吃了胖，以后不会胖，就是这有一个就从小就有这个概念。太惨了，为什么活成这样？他是芭蕾舞者，他当然要没有胖的天鹅吗？康永哥，你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多少吗？你现在不是最重的时候，远远不是。我最重的时候210斤。哇！我不会让你们搜到那时候的照片的。有遭遇到别人的评论吗？我去买衬衣啊，然后那个服务员就在很忙的情况下看了我一眼，就说：“那边，这边没有你穿的。”当时就那一下还蛮受伤的。所以你今天是站在正方喽？会，我会。所以康永哥你会选什么？我要跟教授对着来。哦，永远都是这样。这次让教授跟你对着来好不好？你要跟我对着来哦。OK， 放下，我放下来。OK。我和教授减肥，你们3个都不减是吧？你加油啦！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两边战队哈。这边是黄氏战队，教练是黄志忠，队长是颜如晶。介绍一下我们左手边海天战队，队长是沈玉林。这一次我们的对手很强大，再强大，我们也有办法。再强的对手，只要一勺，我们就能办掉他。我们是海天战队。首先呢，我们欢迎秦教授来到我们队。请回来啦，开心！我们现在聚集了东北和台北2大段子手，就是我们有东北的 Mary 和台北的玛丽都有了，真的双北，对不对？双北联手，其利断金。觉得我们这1、2、3、4、5、6，我们这6个人任意搭配出3个人，都是实力均衡的人，所以不会说很容易淘汰掉。对，咱们第一场什么来着？对不起，不减肥，不减肥。上场是玉林哥、庞颖和席瑞，对吗？我听玉林哥有聊过，就是觉得你有轻微的被我们这群讲道理咖带跑。有。其实我内心世界真的很想变成你们，但是没有办法。不，我们还想变成你的。然后庞颖同学，我以前觉得你是那种拳到肉的那种表达方式，这不是因为想接地气吗？接地气，你觉得劳动人民就是啰嗦是吧？就是我们那种妇联主任的形象，就是要唠叨的。崇爷就是我们队那个勤奋 C 位嘛，然后我们所有人的稿子他会帮我们一句一句的看，所以我觉得他确实还挺累的，就还挺心疼的。他这么努力，我们不努力，简直就是对不住他。对，现在基本上我们每一队确实是他们比我们优势大了。对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一开始我们大前提就是我们是综合实力最弱的队伍。所以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准备要写一个好故事，因为综合实力差才有故事写啊，对啊，所以大家不用太介意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赢的任何一场，淘汰掉那些所谓综合实力强的人之后，这就会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因为我们都是新奇葩，新鲜感肯定是有的，所以新奇葩肯定是这里好，而且大家可以的弹性也很多。对你们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给人惊喜，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地方。我觉得吧，咱们其实只要第一场打赢了，后面的胜率就会高很多。对，第一场加油打就好了。奶茶的意思就是第一场只要我们保证我们没有人被淘汰，对，那我们第3场就不会受影响。对，好，那我们会赢的，反正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已经派了最强的阵容，用了最好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我们自己是综合实力很弱的，然后因为这个想法，我觉得反而我们队伍其实很团结，大家都很想为我也好，为队伍也好，做出一点成绩出来，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很用心在准备，我们都希望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淘汰。我们几个想尽全力去进步，让如今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很想帮他赢下这季的 BB King， 也想证明我们这个队伍自己上不去也要把如晶给拱上去。3分钟，可以全力出击，一招制胜。可以召唤异能之神，战无不胜。不吹这些虚无的牛，但是3分钟轻松搞定其他队。我们是皇室战队。反方一辩是谁？哇，玉林兄，是的，谢谢。哎，一辩是吃亏的。没关系。你作为队长，你难道不能给自己点特权吗？牺牲自己照亮全队。好，哎，你就是要给他机会讲这种人话。好，那作为一个炮灰，就请开始。好，大家知道这个大多数的肥胖呢，来自先天的基因。好，这个所谓的易胖体质，这就换句话说，怎么样？我们身上的肉哪里来的？祖先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为了被嘲笑、被欺负，轻易的去减肥，轻易的去消灭这些肉，这叫做什么？愧对祖先，对不起父母。照成语来讲，就是什么？数典忘祖。再说，肉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5脏6腑。肉保护过我们，我们也要保护肉啊，这才叫知恩图报，对不对？古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材呢，也包含了身材。其实不同的身材，它本来就有不同的优越性。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隔壁坐的一个同学头异常的大，大家都霸凌他啊，大头，下雨不愁啊，人家有伞，他有大头。他有一天哭着回去问妈妈：“妈，我头真的很大吗？”这个妈妈坚定慈祥的摸着他的头：“傻儿子，咱们儿子头怎么会大呢？好小啊！”这个儿子受到妈妈温柔的启发以后，10年之间努力学习，奋发向上。10年后练就了一门绝技，什么绝技？少林铁头功。哇！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他曾经一场球用头顶进了10颗球，创下惊人的纪录。所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有必要让霸凌者让他称心如意吗？大家知道霸凌者的心态是什么？他就是通过霸凌来获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嘛。而这种优越感，各位会上瘾的。你只要顺从他一次，就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片树林，那树里面有3只野狗，不晓得中什么邪，每次就是要咬我。真的吗？这是真的，真人真事。我后来呢，对付这群乱咬的野狗啊，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有一天我在经过树林，3只野狗向我飞扑而来的时候，我握紧双头，我的拳头如雨点般的落在这3只野狗的身上。接着我取出浴场的甘蔗，向这群野狗疯狂的挥了864棒。野狗逃窜了。野狗呢，它不再咬我了。从那天开始，我变成了一头狮子。在野狗群当中，其实狮子就是什么？狮子就是胖子。但是你们有看过哪一只狮子因狗吠而回头的吗？没有。你们有看过哪一只狮子因为狗去嘲笑它，就欺负它？狮子，你好胖哦！它会去减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各位，以上的故事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让霸凌者呢决定你的价值。人呢，活出自我，活出特色。减不减肥，这是个人自主的选择。你可能有1万个原因要减肥，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被嘲笑、被欺负而去减肥，永远不要向霸凌者低头。Thank you， 谢谢。Good night，Good night，Thank you。玉林哥是。这个笑话大概有20年了。没错，老梗新用。来，我们看看正方，3棒子。打一辩非常紧张，因为我以前没有打过一辩，就很紧张。我觉得我这个牌应该就是他们可能会有。我也认为应该是这样。其实我不想打一辩，可是我们需要你对玉林哥。对。我接不了，我不知道怎么接。
首先大家不要看我现在风流倜傥的，但是我小时候真的胖过。我有多胖呢？就像米其林轮胎一样，身上的肉一层一层的那样叠起来。当别人嘲笑我的时候，我就折断别人的铅笔，踩扁别人的文具盒，吃光别人的零食，再把别人的书包从楼上扔下去。我反思了一下，这不是因为我年少轻狂，这是因为我年少肥胖，没有人打得过我。所以，为了消除校园霸凌事件，我要带头减肥。你如果没有好好背的话，你不停地看，在镜头面前就特别不自信，而且特别没有说服力。第一，我减肥是为了别人。问一下大家，这些嘲笑我的同学，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学习啊！这些同学天天花式嘲笑我，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成绩下降了，他的爸爸妈妈会打他的，甚至他们毕业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嘲笑别人，无法成为栋梁之才。因为找不到工作，不能够给国家纳税，最后拖累我们国家的发展。所以，我要抓紧减肥，不让他们继续嘲笑我成为一个废物。第二，我减肥是为了世界，我们为了地球，为了地球啊！我们胖子吃的比别人多，占用的空间也比别人大。挤地铁，我一个人要占2个人的位置；洗澡、沐浴露我要用2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复仇者联盟》，灭霸打了一个响指，一半的人都去世了，而我只能去世一半。所以为了消灭我，灭霸可能要打2个响指。我觉得很好笑呀。所以为了我好朋友的安危，我必须要带头减肥，不给地球妈妈增添负担。哦耶！其实我下面都是瞎扯的。你好真诚，你成功了。我像是那种会 care 别人感受的人吗？我这种人，别人说我丑，我就狂拍自拍发朋友圈；别人说我胖，吃的更多，胖死你。虽然我不在意别人的嘲笑，但我在意的是嘲笑我的人里面有我在意的人，比如说我的朋友，我喜欢的女同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逃过学？逃学最重要的就是翻墙。我在第1次逃学的时候，我的手就被围墙给挂到了，你看这里有疤痕，是真的。我的兄弟帮我叫了救护车，我的兄弟都被记了大过。还有我不敢喝醉，因为没有人能够抬得动我。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去吃夜宵。你的同学帮你叫了救护车，被记大过，你们学校是恨你吗？对，因为大家都逃学嘛。他们学校觉得他同学应该叫警车，把他抓走。我要减肥，因为我不想成为朋友们的累赘，不想他们因为我而失去快乐。就每次跟未来星一起叫车出去，总是嫌我胖，不愿意跟我一起坐后面，要把我推去副驾。结果每次他都在后面跟2个女孩子左拥右抱。这不存在。我要减肥，只是因为让班上的女同学多看我2眼，不要再出现我喜欢的女孩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体积大一点的空气。好乖哦，太乖了吧！我是救了你吗？三胖，你没有什么就结束语吗？哦，那我要说了。很可爱，很可爱。其实这个题问的不是被同学嘲笑要不要减肥，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在意的人做出不想要的改变。钢铁侠为了救自己喜欢的人，放弃了自己的盔甲。我愿意为我喜欢的人，放弃冬天抗寒的脂肪。这个夏天，我为了爱减肥。啊！你完全可以只说这一段的，其实。给对面跑了17票。所以你看，这种读稿真的是。对面跑了17票。你们俩来，请到台前来开杠。我对你们的开杠非常期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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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杠是每人45秒，从玉林哥啊开始。
三棒子，我想跟你聚焦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有误会哦。你说你那个减肥是为了地球，为了爱，可是我们平常讲的是说为了不要被嘲笑，不要被欺负，所以显然你对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相当大的误解在？我减肥是为了我在意的人。对，但是我们明明讲的就是说，因为被霸凌、被欺负，而我该减肥嘛？那你讲到什么为爱的人、为了地球、为了银河系，是不是扯太远了一点？那别人问你脚臭该洗脚吗？这不是一样的吗？当然该洗啊。这跟本题无关，我也听不懂你在问什么。所以，为什么你减不了肥？不是因为你很努力，而是你的脑子不好使。你不要单纯只为了骂我讲这一段好不好？老焦，我说不过你，你接着说吧。好，反方时间到，来，正方还有20秒，来，三棒子。就是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每次上完，就我胖的时候，每次上完体育课，回到班里就有一股像澡堂里鞋柜的味道一样。然后那明明不是我身上的味道，大家都觉得是我身上的味道，其实是我。对不起，时间到。OK。一开始的开场太紧张，所以我们打得很吃力。啊，不要难过嘛，玉林兄，我不觉得他是难过，他是一直有一种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感觉。没有，但我很疼惜他，因为我早点结婚是可以生出他这个儿子。所以我刚刚跟他辩论，看他眼神中的惶恐，我是有点不舍。你现在是有情绪的吗？我心脏跳太快了，快跳出来了。所以你现在在紧张中是吗？对啊。所以你每一次用带着恨意的眼光看马东，不是在恨他，是吗？因为他个儿高，所以他每次看你的时候都是，我有那么矮吗？三棒，你有？我挺爱马东老师的，他穿的非常有品味。咱俩的意见刚好相反。所以你上台会紧张哦？我会，因为我不太会辩论，然后我又第一遍我就超级害怕，而且对面是老江湖。没有。来，我们现在目前是反方得了18票，来，反方2辩，希瑞。加油！在刚才三棒子恶作剧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逻辑。他说，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嘲笑，于是我开始了减肥。所以今天什么时候为止，我们消除校园霸凌的方式是我们消灭每一个受害者。那如果今天我说为了歹徒不再见财起意，那我干脆不工作少挣一点钱好了。难道我们的社会要这个样子运转吗？三棒子，来看你的2个论点。第一个，你告诉我说肥胖的人不健康，不对呀。健康这个东西和个体差异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肥胖依然健康，有人抽烟也依然健康。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认同健康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熬夜不健康，我们今天抽烟同样也不健康。但是如果你打心底里不认同健康这一种方式，你只是被嘲笑，坦白来讲，你改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需要被质疑的。第2点，他说我要为那些同学们着想，因为如果我减肥了，他们就不会嘲笑我，他们就会去做正事。我的天哪，你把他们想得太美好了。今天如果你减肥了，你瘦下来，他们不嘲笑你，他们也会嘲笑别人。最后，今天三棒子讲得很感人，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我在意的人嘲笑我呢，那你要搞清楚，你减肥的原因到底是他嘲笑你，还是因为你是为了爱。如果你爱的人也会嘲笑你，那坦白来讲，这个人不值得你爱。奇瑞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三棒子，我希望你做回从前，把你的3棒子挥向那一些嘲笑你的人，而不是再挥向那些被嘲笑的弱者。好，坦白来说呢，不是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走下来一步？我以为你要起飞呢，你是要表演这个吗？换场。坦白来说呢，其实从小到大呢，我都没有怎么胖过，但是我遇到过一件比胖更麻烦的小事，那就是呢，我很娘。我是一个在小县城里面读完小学的人。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玩跳橡皮筋这个游戏，然后我就遭受到了非常多莫名其妙的嘲笑。嘲笑我的人有男生也有女生，我很不解，我就去问老师，他就边改作业边轻描淡写的跟我说，为什么大家就嘲笑你呢？为什么你非要跟那群女孩子在一起跳橡皮筋？为什么你不可以改变一下自己？那一刻我整个人全懵了。我懵的原因是因为我都还没有问他我要不要放弃跳皮筋这个爱好，我都没有问，我只是想告诉他我被嘲笑了。那一刻
我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绝望，因为当时我还很小，我还不明白跳橡皮筋这种课间10分钟做的小游戏，竟然可以成为我被嘲笑的理由。我更不明白的是，那个在课堂上反复教我们不要嘲笑任何人的老师，居然让我去改变自己，去顺应那些嘲笑我的小孩。好，你们让我改，我改，我转学了。我初中的时候就到武汉去念书，我去一个大城市念书。那个时候我就不再喜欢跳橡皮筋了。可是我青春期的时候变声比其他男生慢，所以我看着虽然不娘了，但是我听着很娘。换了一波同学，我还是遭受到嘲笑。那我再想想办法吧。为了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更粗犷，我就找班上那群小混混开始学抽烟。可是我发现我被嘲笑得更厉害了，我是差点挨了打，因为我发现我抽烟的时候喜欢用兰花指。各位，我想说的不是你改不了，也不是一旦你改起来会没完没了。我想说的是，也许我可以原谅当时嘲笑我的那群同学，但是我不能原谅那个轻描淡写就让我改的老师。因为他第一次在我的脑袋里面植入了这样的观念，叫做以后凡是遇到惨事，你就先反省一下自己。直到很多年后，我开始学习打辩论赛，我才明白他的这种说法做法叫做谴责受害者。那一刻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受害者，原来我不是活该，原来我没有做错。那一刻我才真正拥抱了过去，接纳了自己。可是你们知道吗？比起被人嘲笑更令人痛苦和扭曲的，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心中的自我谴责。这道题不是说一个可以理性衡量减肥利弊的成年人，他说的是一个被人嘲笑，心里很难受，但是却充满困惑的小孩子。我希望所有的老师都知道，当一个小孩子在问你我要不要改、要不要减肥的时候，他不是在做选择，他是在求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才发现，真正被谴责带来的是我这一生当中都不会稳定的安全感。10多年过去了，我也在一所培优机构里面当语文老师。就像每一个班一定会有一个显得稍微胖一点的小孩子一样，我们班也会有一个不那么阳刚的小男孩。他说他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他下课走过来跟我说：“老师，我被欺负了，我被嘲笑了。”天哪，我要怎么办？赵帅，你是老师，你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像10年前我们的老师那样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为什么你不可以改改呢？你可以穿黑色的衣服嘛。”我做不到。我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孩子，你没有错，你不要承受这个糟糕的结果。你穿粉红色衣服依然很可爱。如果你害怕的话，明天我陪你穿粉红色的衣服。”我还想对那些嘲笑他的小孩子说，嘲笑不会使你显得很强大，你的安全感和你的优越感从来都不要建立在嘲笑他人之上。我要这么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对于受害者的苛责就是在对霸凌者的放纵，它也是对我职业的懈怠。这道题与其说是在探讨小孩子们应该怎么做，不如说是在探讨我们这群成年人应该如何说。小孩子的世界观是怎么来的？他天生就知道瘦是美的，胖是丑的，天生就知道嘲笑吗？不是的，他的观念是我们这一群成年人一人一句堆砌出来的。你就该减肥是一句话，你不需要减肥也是一句话。如果你希望我们的世界更多元一点的话，我希望你说的是后一句话。好，很好，很好，很好，完整，非常完整。对，他走了一个很陡峭的一个论点，所以我就长叹一口气说：“哎呀，太难了。”正反2遍。
冷静冷静。谢谢大家。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徐瑞之所以说的很感人，因为他只读了一半的辩题，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嘲笑了，我们不要应着这个嘲笑的人，他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但这个辩题还有非常重要的前半段，叫做我太胖。各位刚才3个辩手没提太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各位刚才马老师说现在他160斤，我1米65的个儿，我最胖的时候160多斤。齐瑞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不要谴责受害者，可问题是太胖的你自己不是受害者，你是加害者呀，你伤害的是你自己。各位，我刚才环顾一周，现场其实没有谁是太胖的，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太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没有办法想象你的血管当中会有很多的脂肪淤积，你的内脏它的痛苦不迭，可是它没办法告诉你。玉林老师说胖是天生的，各位，你都不减肥，你凭什么说胖是天生的？你都没有试着做过改变，你凭什么说胖是体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找借口，我们说别人不要嘲笑我，可不可以？可以，但他们闭嘴了，真正胖在谁身上？今天对方一直在讲说我们不要为霸凌者投降，对，我们就是不要在校园霸凌当中投降，我们要昂首挺胸的反击。但什么是反击？我们要证明自己强大才是反击。今天他说我胖，他说你怎么这么胖，胖得像猪一样。他嘲笑我怎么办？按对方所说的，我就继续吃。那他就会说，你看，这个人就像我说的一样，他就会这么一直胖下去。但是有一天，我成功的减肥了，我也吃着跟他一样的饭，然后我告诉你，我就是吃不胖，这份脸我挣下了，这才是对校园霸凌最好的反击。我不是不听不看不管你，我是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你，我可以做到，我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今天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有2个字特别刺眼，叫做嘲笑。可各位，大家可能没有胖过。以前我很胖的时候，我去快餐店的时候，服务员姐姐会特别热情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套餐加大？就是这样的话，薯条会变成大份，可乐也会变成超大杯。我听了特别刺耳，我觉得他就是在嘲笑我吃的多。然后我去买衣服的时候，就像马东老师一样，他会在我挑很漂亮的一件衣服的时候，拿出另外一件告诉我这件有大码。你说他是在嘲笑我吗？其实不是，他们都是服务者，他们想赚我的钱，他们想让我为他买单，他们没有在嘲笑。我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这些似有似无的嘲笑，而是我内心当中的怯懦。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个疙瘩，我才觉得全世界都在笑我。对方说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不能被嘲笑，比如说性格，因为我很娘，我很 man， 这些与生俱来的，我的肤色，我的种族，这些就不该被嘲笑。但是太胖为什么不能被嘲笑？如果今天我特别脏，我好几天没洗头，发型师闻了我一下头发，告诉我你能不能回去洗个头，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改变？我可以，因为这些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今天太胖就是我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件事情，我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被嘲笑就是你们减肥最好的时机。各位想想看，你真的以为胖子是不知道少吃多动就能瘦吗？不是，我们太知道了，我们就是做不到。我有抬头看票数，我有发现，在我密集的想要去攻击对方的那些点的时候，其实票数是没有动的，脑子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想要说，所以导致我不知道该先把谁放出来。所以各位，我是健身和节食瘦下来的，我有点经验跟大家分享。当你每一个深夜饥饿难耐的时候，你向着那些薯片、泡面、蛋糕伸出你罪恶的小胖爪时，如果你拿起的每一个薯片面前都是像纯贵妃一样皮笑肉不笑的那个在嘲笑你的嘴脸，你啪叽就把那薯片摔地下了。能够对抗食物的欲望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对嘲笑的厌恶。刚才对方说我可以因为所有的东西减肥，但问题是我为什么不能为我不被嘲笑减肥？为什么我不想被嘲笑这个理由就这么不堪？我能不能因为我不想被嘲笑而减肥？刚才其实对方一直在讲说胖子他可能没那么想减肥，各位，假的。不信你试衣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听人说这衣服显瘦，这衣服遮肉？
是因为你心里面享受，你只是没有一个时机开始，你只是没有一个动力坚持。而各位，你们的春天来了，你们拥有一个敢做敢当、真诚发言的朋友，他嘲笑你，这一刻，此时不见，更待何时？谢谢大家。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帅的话让我听了，中间有几个词让我特别心里面有疙瘩。请说。类似于像罪恶的小胖爪啊，什么太胖就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啊，这可能是一道政治不完全正确的题目，但是我们尽量放松。但是可能我自己那个敏感并没有完全放下。可是这个题目还是有它辩论的意义在，因为赵帅刚才的发言其实代表着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遭遇过的问题。对，也许没有严重到欺负，可是听到别人说一些什么，心里面有疙瘩，这个成长经历在存在。所以如果今天能够放宽的看待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辩论的吧。嗯，是。来，两位请到开杠台来。来告诉我什么叫做胖和太胖？今天庞英老师是胖还是太胖？你说我不懂太胖，我说你不懂嘲笑。今天赵老师在你的班里面就有一个孩子，他跟你说他被骂肥猪，他被骂死猪仔，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他说？你让他改吗？太胖真的会影响健康，各位，你想想看，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都是来自于你的血管脂肪壁太厚。这种情况下，你跟他讲说你继续吃，我觉得我也做不到。赵帅今天有点紧张。各位，太胖往往不是影响健康，太胖往往是基因决定的，所以怎么减都减不下来，这才是太胖的根源。胖可能是天生的，但是太胖一定是你后天努力的结果。我跟你讲，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不反对任何的改变，可是我为什么要反对因为嘲笑的改变？我就替那些千千万万受到过嘲笑、心里有疑惑的小孩子问你一句：我为什么需要改？我甚至可以不要你的那一句你不需要改，但是我就要你的一句：你委屈了，你不是活该。这么难吗，赵老师？问题是，其实胖子心里面是很想瘦的。各位，你们稍微有点胖的经验就知道，不然你照镜子的时候不会想说这衣服为什么显瘦，我应该买一件显胖的衣服才对呀。所以我是心里想瘦，我只是很难做不到而已。谢谢。好，现在应该是反方3辩，庞颖来，一起。大家好，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简单介绍一个我的家庭状况。我姥爷在大家人民群众普遍吃不饱饭的年代，他就是10里8乡有名的大胖子。那个老乡们对他的评价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我的家里的表哥就是他的外孙，生下来就10斤，成年之后最轻的时候要200斤。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里，我这种身材扔进去，你基本看不到。为什么？太娇小了。就是我能感受到有一些人会同情我，觉得我这样基因肥，好像在这个时代挺不讨好的。但是今天我想用我30年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3个字：不碍事儿。第一个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可以胖的都不能接纳，你嘴里谈的自由啊、平等啊、包容啊，都是假的。刚才赵帅说，我们可以不嘲笑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可以不让一个人去改变声音，为什么？因为他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为什么嘲笑胖子，认为胖子应该改变？因为我们虽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我们后天可以改。我告诉你，赵帅，如果今天你认为一个人有权捍卫他的性格，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是天生的，不能改变的，你不是认为每个性格是平等的。你不让他改，仅仅是他不能改。你嘴里喊的平等，根本不是真正的平等。我们都什么时代了？我们可以接受形形色色的奇葩，欣赏形形色色的奇葩，我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放过自己身上的肉肉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不屑与他人为伍，那我为什么又怕我胖了，与他人与众不同呢？如果我连对自己都如此狭隘，我对别人的宽容，我觉得也是一种虚伪。第二个点，对于嘲笑，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都想躲避嘲笑，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虽然嘲笑者是错的，但是被嘲笑几乎是我们这一生你都逃不开的。你想想，从小到大，你今天做的差了，大家嫌弃你、欺负你、嘲笑你；今天你做的好了，大家嫉妒你、想打压你，还会找出理由来嘲笑你。这种东西是很难杜绝的。
如果今天你想的如果只是逃避这种嘲笑，被他控制，被他绑架，不如学一学如何与他相处。那个小松老师曾经讲过，如果有网络喷子喷他，他做的就是什么？一笑而过。为什么？他啥都不用干，能让一个陌生人开心一小会儿，他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每一个喷子喷高老师，高老师都去改，我们还有今天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高老师，虽然今天没坐在这儿吗？非常好。所以说，对待我们那些同学也是一样，最好的对抗方式都不是对抗嘲笑，是什么？是拥有坚定的自己。《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小恶魔说过一句话：把你的弱点当成你的铠甲。什么意思？一旦你从心里接纳了自己的弱点，就再也没有人可以用这个事情来伤害你。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不光想要大家把肥胖作为一个铠甲，你甚至可以尝试一下把它作为一个武器。那就是我最后一点想跟大家说的。其实人主动地保留一些显而易见但是无伤大雅的缺点，不见得是个坏事儿。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我们奇葩说每次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小松老师脸特大，李诞老师眼特小，然后马东老师勾眼过吧，接受。对 ，OK， 他们互相之间一调侃，我们这个气氛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缺点外露的时候，容易让人放松，容易让人建立心理的连接。我们谁没有过一些小挫折？我们今天讲童年是吧？小缺憾。比如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被选中6一节去台上跳舞，如果让我找一个理由，我宁愿相信是因为我胖，我不想相信是因为我丑。我奶奶每次都抱我的弟弟，抱得比我多，我宁愿相信是因为我胖，她抱不动。我不想去相信她是因为有什么男女有别，对谁有偏爱，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童年早恋这样的一些背景，但我宁愿相信是我胖，我不想相信是因为我有什么不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缺憾，都有阴影。我其实很庆幸，我的缺憾，我的阴影只是胖，这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它却像一个柔软的小垫子，保护着我。它吸收了我所有的无处安放的那些小挫折，那些小失落。如果今天就跟大家说一句话，不要让我减肥，不要剥夺我的小垫子，好不好？谢谢大家。小垫子，小垫子。哎，正方3面颜如晶，加油，加油，加油！来，这道辩题啊，其实打给谁看的呢？瘦子是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的啦，对吧？我现在是减肥成功了的，你们没发现？我是减肥成功的，但是还是远远胖过你们啊！胖子是最想减肥的，各位，没有一个胖子不想减肥，我们只是还没有选好什么时候开始而已。真的，我们无时无刻都期待明天开始减肥。减肥的理由有很多，可以因为明天要参加婚礼了，所以想减肥；可以是因为看中了某个对象，所以想减肥；可以因为想穿某条裙子而减肥，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为什么被嘲笑不可以是其中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赌气嘛，就像你说的嘛，啊，是因为你嘲笑我，所以我就要减肥是吗？我偏不。这就像我那时候房间很乱，我妈就骂我说，我本来打算收拾啊，正打算收拾，我妈进来说，哎，你房间怎么这么乱还不收拾？我说你叫我收我就收嘛，我就不收了。现在，我本来减肥计划都已经签好了，这时候你笑我，我就不想减了。因为别人嘲笑而去减肥，这叫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因为别人嘲笑而不再去减肥了，也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啊。是吧？我原本是很瘦的，我是因为食欲熏心，被烤鸡、炸鸡、干蒸鸡、三杯鸡、宫保鸡这种鸡堆砌起来才变胖的。真正的自己是瘦的。学长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包装纸很厚的精美礼物。我是一个瘦子被关在脂肪里面了。所以真正的做自己，坚定自己，不是去不减肥，而是减肥才能找回自己。好。最重要的是嘲笑嘛，嘲笑这一趴最难搞了，是吧？总是有人要嘲笑我们胖子，
我告诉你，这道题只有2条路，第一条在意，第2条减肥。那怎么选呢？我问他，你可以做到哪一样？全部人都说我可以做到不在意，我做不到减肥。错，我告诉你，不在意太难了，不在意真的很难，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不在意。我是胖子了吧？是不是应该是最阳光快乐的胖子？但是我还是很介意我胖，肯定介意的。我肯定会告诉你们不介意啊，因为我嘴硬嘛，对吧？每一个胖子，再怎么快乐的胖子都会告诉你们他快乐。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快乐吗？因为我们颜值不够，我们情商要高一些，我们要让大家因为我很快乐，所以依然愿意跟我做朋友。这就是快乐的胖子。为什么每个胖子亲切？是因为他不好意思随意发脾气吧，对吧？笑笑每次笑我说，哎呀，你是肉妞肉妞肉妞。他们问我，哎，你有没有喜欢过人啊？有没有找过对象啊？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人。会没有吗？哎，只是现在不敢，只是现在还不敢说嘛，对吧？还是有那么一小颗种子，因为自己肥胖而自卑嘛。每一个胖子肯定都会的。笑笑说不用紧的，你可以去豆瓣肉妞团里面找对象，那里都是针对肉妞的。是什么朋友啊？在说什么？OK， 我会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要找啦，但是我还是很介意。哪怕我们再怎么告诉自己 relax 放松，你很胖 ，you are so cute， 但是我们都会介意。为什么庞颖说他全家都很胖，但最后他减肥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内心里面还是会介意，我们最介意是我们自己也会嘲笑我们自己的。那我问你，当你自己也会嘲笑你自己，都不用到你同学了，你自己嘲笑自己，你看不过眼自己的时候，你要不要减肥？减啊！所以回到前面我问你的问题，你能完全做到不介意吗？能够这么强心脏吗？不能。当你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时候，减肥没有想象中的难。因为对胖子的要求，他们不会要你瘦到好像我们今天的女神一样的。我最近听的最多的赞美就是你瘦了。对，真的，他们都说我瘦了。我们的尊重不需要靠我们极瘦才换得。当他们看到你付出努力的时候，这时候掌声跟欢呼就已经在我身上了。觉得如今前面发言，他后发言，那个票就蹭蹭的涨。然后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就想，哎呀，我要干点什么才能把这个票拉回来？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觉得我们可以做到不在意，但是这颗种子埋下来，拔出来的难度比这个脂肪堆进去难的更多。不要选错了，我们选减肥吧，路更容易走。谢谢。如今状况非常好，他做了特别多的努力，可能一下多了要30几票，甚至还有更多。在逆风球的情况之下，依然打出了大票数的领先。其实把自己带在观点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如今最近是瘦了，如今在练拳击，好像是吧？对，因为我报了一个比较低的公斤数，可以赢多一点，所以要减肥。你要去参加比赛吗？我打算去参加，但是他跟这个奇葩说撞期了，所以下一次吧。这些不重要了。前面你真的有喜欢一个人，然后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吗？就是曾经有过。曾经有过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就这个人他不在了，不是他现在不出现了，这样我们可以推理出大概是谁。他我不会要说了吧？哎。怎么答呢？这些，算了，我不问了，好吧，我错了。不是奇葩说的。我不能说了，沉默就是了。真的不是奇葩说的。哎，导演刚才在镜头里看见你说你表情复杂，其实他长得复杂，但不是表情的问题。是你是听了谁的话，你表情复杂？我都挺复杂的。就是听大家的心路历程啊什么的这种，你是同情心起来了，还是共鸣心起来了？就是公开嘲笑胖子成为一个问题，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以前没关系的，大家都是第一次活嘛，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人生，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活，胖是对的还是瘦是对的，不知道。
大家就是在那儿随大溜，说哎这个人在那儿减肥，那我也减肥。然后说这帮同学嘲笑他，我也嘲笑他。你面对嘲笑，你可能就会突然知道该怎么活了。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觉得有点敏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胖过，然后我经历过那种被别人戳中的时候的那种敏感心态。但这些不是重要的，在我心里那个坎儿在于会不会让别人不舒服。这种敏感发展下去，到最后你也不会见面说呀你瘦了你胖了，你就是说呀你活得正向你如你所愿哦，如你所愿哦。我跟你讲，照脱口秀的规矩呢，似乎是有这方面困扰的人才有资格开这种玩笑。刚刚如今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的理直气壮，因为他有这个立场讲。可是同样的内容放在一个瘦子口中讲出来，恐怕就会不成立啊。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讨论本身是进步，因为讨论意味着尊重。就是之前我们不觉得他们需要尊重，或者以前我们不觉得说这些话是冒犯了别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发现这些人的玩笑最好不开，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尊重或者更少的冒犯，这总是一种进步吧。来，你们两位要不要到前面来开杠？加，放松点啊！好，45秒，开始。杨贵妃那个年代以胖为美，杨贵妃应该不会介意自己胖。为什么在现代我们这么多人，特别是女孩子特别介意自己胖？是不是因为社会的嘲笑，所以你自己以为自己介意，铺天盖地的我要脸小脸白的广告给你洗了脑？所以我们在意那些笑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的嘲笑只会是玩笑啊。那就是那种恶意的人可以不用在意，嘲笑是不对的，但是呢，肥还是要减的。所以肥是因为什么减，不是因为嘲笑减，对不对？我问你下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不在意自己胖很难，是不是因为你从小被老师告诉你要减肥要改变，所以你被植入了这样一个改变，你才会很难接纳自己？嘲笑是一件坏事，但是坏事可以成为动力，不要排斥这个动力。你一直觉得只要是嘲笑而减肥，这就不酷了，没有什么酷不酷。我为了去婚礼而减肥，也是怕别人笑我嘛。你用这个当动力，别人会说你瘦下来还不如胖着好看呢。他说来说去就是觉得嘲笑是不好的，因为嘲笑而去减肥就更不好的。我觉得没有所谓好理由坏理由，只要能让你改变的，那就是好理由。如今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理你。当时我回到座位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有点绝望，票数差太多了。打到3遍了，这时候双方一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双方都可以。三棒子有吗？我怕掉票啊！我锁票啊！二排，教授。这个题呢，我觉得吧，双方6个人吧都没有审题。他说的是同学，一定要记住这个同学。有句话叫什么？功高莫过救主，记狠莫过绝粮。咱看这同学有多狠啊！首先，减肥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拿出我们学习时间用来减肥，这样会使那些同学呢迎头赶上我们，占用了我们有限的升学资源。第二，运动会造成损伤，大家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你要躺100天，你得休学。这是让我们在同龄人里直接就躺在了起跑线上。这边二排有吗？欧阳超，我们减肥，不光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如果不减肥，坐电梯就要耗费更多的电。可是，我出的钱明明跟比我轻的邻居一样，出的物业费是一样的，所以别的邻居就会心里不平衡，他们就会欺负嘲笑，就会开始投诉纠纷，告到派出所找警察。如果邻里不和谐，我们又怎么构建平安社区，又怎么构建和谐社会啊？秋晨，好。果然啊，不出我所料，到最后就打成要不要减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聊的，你知道吗？减不减肥是个人的事儿，而且现在减肥和健身成为了一个风潮。我相信
场上10几个人里面，可能大半都会上健身房。我好难跟大家说不要减肥。所以今天讨论的核心是什么？你可以减，可是你到底要因为什么而减？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因为别人减，因为自己减。我们要苗条，我们不是为了迎合社会的审美，我们是为了自己健康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讨好现场的观众，我们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生活态度。大家都知道，如今这段时间减肥减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对不对？也非常努力，嘲笑你的人一直都在，甚至这2年还少了，因为你受欢迎了。为什么现在才减？是因为他有喜欢的人，而不是有嘲笑的人。为你喜欢的人去减，不要为嘲笑你的人减。谢谢。有必要吗？有必要吗？那么强吗？这样对我们吗？秋晨想爆料，就是他觉得他们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力去减肥。我觉得秋晨就是想赢。秋晨这边，你刚刚讲的颜如晶的事情，那对方是谁？他从来没有讲过，我应该不认识。可能马老师知道吧？马老师啊。哦，你说的是那谁呀？真的，如今是他吗？对呀。我觉得康永哥我们太过分了。怎么？今天吴谨言在，我们都没有逼他这个问题，我们去逼颜如晶，真有意思吗？那就说不过去，那得逼一下。就那谁，就那谁，对呀，就那个谁，就是那谁吧？对，所以是一块拍戏的那个人，对吧？哦，对。之中，好，虫仔那边的立场，他刚刚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是因为我们在世新大学的时候有跟小学的老师有一个那个建教合作。我跟那老师聊的时候，他们会有聊到一个话题，我很有趣。他说，当同学来跟你抱怨一些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尤其以现在这种就是政治正确的主题来说，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小朋友太胖，他以前就是你减肥；功课不好，你就给我用功，对不对？你跑步太慢，你就跑步练一练，你就跑得很快，就不会被人家笑了嘛。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他们很困扰。我可不可以说迷迷糊糊的也很可爱啦？不要在意他们嘛，对不对？咱们就是跑步慢，跑步慢也很开心的。讲多了的时候，老师自己也会想，这对你有好处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对老师而言什么最简单？就是说胖胖的也很可爱是最简单的。对老师而言什么简单？他数学不好被笑的时候，教他数学变好很困难。所以今天这场辩论分成2节，前半节是在嘲笑的，我是完全同意虫仔的。可是虫仔他们没给出后半节。什么叫做后半节？不减，然后呢？心里要怎么过去呢？接纳咯，对不对？自我接纳的意思就是，这就是我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也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给大家做参考。美方还有30秒的结辩时间，是从正方开始。颜如晶30秒。好，我们就不聊减不减肥，嘲笑要不要为嘲笑而减肥？怎么选呢？看这个嘲笑的人是不是你在意的人。我告诉你，分分钟你在意的人都会嘲笑你，因为他们也希望你变好嘛，往他方向的好。所以，要不要改变自己，大前提是看你想获得谁的认可。今天我就想获得我这批同学的认可，所以我按照他们定的规矩来走。不可以因为我不想改变，我让他们不要嘲笑。因为想获得尊重的人是我，哪怕我再怎么惩罚这些嘲笑我的同学，我获得不了他们的尊重。只有我真正的符合他们的标准，那我可以得到他们的喜爱。所以你自己要不要改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你想获得他们的喜爱吗？如果你不想，你可以不改。但是如果你想，你就瘦一次看看，瘦了你就知道自己是快乐的胖子还是不快乐的胖子。谢谢。反方，就我们队是输是赢，就这个最后这30秒了。最后这个重任在我身上，如果我没有把它拉回来，我觉得会辜负大家。符合他人的标准，
我告诉大家，还不要说那些人是恶意的嘲笑者，就算那些人是爱我的人，我也不要符合他的标准。我瘦过，瘦了之后照样没有找到男朋友，为什么？因为爱吃也是我的一部分，因为跟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吃也是我的一部分。直到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他接受我的胖，我跟他在一起半年，胖了5公斤。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爱你的人都不应该改变你自己。我们老师做的是教孩子去分辨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接纳，什么样的东西应该坚持。一个人小孩子是最白纸的时候，教这个东西最容易。不要让社会污染了它，只有标准化的美才是美，只有标准化的价值才是价值。到了那个时候，你让他自我接纳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他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人错了，什么人改，这是最基本的是非，不要改变。谢谢大家。微妙了。那我最后快说完了的时候，那个票就变回来了，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松了一口气。整个辩论下来，虽然大起大落，但是现在势均力敌，最后选择的时候到了。正方红色，反方蓝色，请按键。今天按我们事前准备，所有的论点都已经输出了。啊，好危险，好危险！那现在就好紧张，因为如今真的打得特别好。如今前面讲得非常好，让如今赢吧。就把我想说的东西都说了，我自己觉得那个内容是好的，应该是反方赢，他的结辩结得好。这个节目里头最棒的情况就叫做险胜跟惜败。反方9票胜出，辛苦辛苦了，太好了啊！我脑子一团浆糊了，就整个人已经懵掉了。我觉得还是能力的问题吧，确实表现的比我预期的要差很多。其实我很想赢，但我就做错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把这个压力付诸在我整个队伍的身上了。我现在觉得这个压力应该只有在我自己身上。康永哥，全场辩论里面你最喜欢谁？颜如晶。为什么？这一方太难辩。有一个论点可以延续下去哈。情商课虽然鼓励大家做自己，可是人无法独立于别人的眼光而活。情商能够追求的不是完全的做自己，情商能够追求是恰当的感受别人对你的意见。所以如果要鼓励小孩子接纳自我，而那个接纳自我的前提，恐怕难免有一部分来自于别人对他的认可。我不可能天真的告诉一个小孩说，你可以独立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忽略所有人对你的目光，然后你一个人接纳你自己就好了。我如果做这种鼓励，我担心这个学生会不知道如何自处啊。所以这是我真心的想法。减不减肥倒不是今天这个题目的重点，而是比方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家有一个晚辈跑来问我说他想当一个废物，可不可以？我真的很为难。我就说，如果你觉得当废物是你人生最想要做到的事情，你就当废物吧。我如果要他接纳自我，我应该讲到这边就停住哦。可是我忍不住多嘴讲到后面的话，我忍不住跟他说，其实人生完成一些事情很有意思。有一天如果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完成，可是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你心中真的没有一丝惋惜，说你要把你的人生丢去做废物，你舍得吗？你不觉得完成一点随便什么都好吗？我觉得我们台上这几个人真的没有资格聊这种题目，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我们天生想完成一点什么，所以我们完成了。可是想想那些天生想当废物的人，你真的舍得鼓励他们说当废物吧，接纳自己，
所以我只能讲说这一方很难变，可是这方讲的正是处于这个世界上的真相，没有人能够豁免于任何人的眼光，然后完全的接纳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在嘲笑你，你要问你自己，这样子的我还能够接纳我自己吗？这是我永远的疑惑，我不会在今天得到答案。可是胖也好，要不要当废物也好，都一样，就是你只能追求的是我在恰当的接纳别人的评论，然后我也恰当的接纳我自己，而不是极端的做任何一种选择。谢谢。李诞，我就问你，如果你有一个晚辈，真的带着一颗困惑的心来问你说，我其实时常能收到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给大家一个错觉，好像我是一个废物。面对一些年轻人说：“哎呀，蛋总怎么才能像你一样做个废物？”然后说：“哎，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都是假的，朋友们。”就是我想过这个事情啊，做废物是极需要天赋的，我们普通人只配好好活着。你仔细想，能当废物的人是大天才，哪有几个人能做了废物啊？你往那一坐，你就开始看，哎呀，我是不是胖了？我是不是瘦点？哎，我今天是不是又吃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自省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足够，在困扰着自己的一个东西，就是烦恼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自我接纳才变成一个潮流嘛，好像大家都很痛苦，尽量接纳一下自己的弱点吧、缺点吧。哎呀，太难了，还是想吃就吃吧，真的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我不觉得这个真的有那么大件事。我觉得其实恐怕一辈子都会摇摆在纯粹做自己以及听别人这两者之间吧。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俩都叛变了，他们俩基本上都已经到这个正方来了。今天我举例了，比如刚好你又蛮喜欢这个男生，结果他说我就想当一个废物，你会怎么办？我可能会跟他说，先好好享受你当废物的这段时间，但是总会有一个点，让你不再想当。很期待你自己能遇到这个点，就是自己遇到，并不是别人告诉我。所以在他那个点没有来临之前，你会跟他交往吗？好难哦。当然所以你根本就不会爱上这么一个人，是吧？不会。谢谢。其实蔡老师刚才的问题就是当废物，其实有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他那些想当废物的人，就其实当废物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说需要很高的天赋啊。一般人真的想都不要想，就好好的干活赚钱，好不好？昂扬向上。其实就像他们刚才争论的一个焦点，但是没有打开，就是到底多胖是胖。每个人心里是不一样的。颜如晶可能今天也不觉得自己那么胖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整个去讨论什么是胖瘦的时候，要命的才是胖瘦没有全社会的标准。然后当我们去讨论废物的时候，废物也没有全社会的标准。但是不是没有标准才是那件好玩的事情？如果全世界、全社会都有一个标准，这样叫胖，那样叫瘦，这样叫废物，那样叫奋进，这样叫高尚，那样叫低微，这样叫善良，那样叫丑恶，那不是一个好社会。好吧，正方3位，我们要进行一轮投票，选择离开的那一位。全场观众请投票。3棒子22票，棒子没了，棒子没了，棒子再见了。被淘汰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太紧张了嘛，表现的状态也不好，整个脑袋都比较乱。好，那谢谢3棒子，谢谢，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
那现在我要出去吗？再见。加油！他现在奇葩说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体验。你们知道我参加奇葩说了吗？我还想对如今老师说一句话，就是他的人生不止这个比赛，他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值得去获得。拜拜，拜拜。奇葩说到底有没有这种意义呢？让人变得聪明，让人思考问题，其实是在他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结果他离开了，就有点可惜了。Hello。三胖子，我觉得是个乖孩子，就是他也听妈妈的话，然后他也听木鱼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乖孩子啊。拜拜，拜拜。所以如今你们战队三胖子被淘汰了，这个在你意料之中吗？好过分的表情！不要说，我的队就是棒子更努力，希望他的战队是冠军战队。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超级赞助商，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HLA Jean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康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拗口的一个赞助商，叫 HLA Jean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是，真的，我跟他们那个周立晨他们老板就同学，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太拗口了，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念，你给我换一个中文名字。结果他给我起了个名字，说我们起了名字了，我们起名叫黑鲸。鲸鱼的鲸，黑鲸，所以现在题目叫做黑鲸 HLA Jeans， 一个很小的新潮牌，真的是智商感人呐、吴谨言，你来奇葩说你紧张吗？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就是听到大家说，而且有感动在。坐着的时候看大家没有不觉得，但站起来，我觉得大家都是放光的。就每个人谈的时候，不是在谈这个话题，表露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会感动到你快来快来。这几年来参加奇葩说，谢谢。每周日中午12点到爱奇艺 VIP 频道观看奇葩 ICU， 一起解决咱们的终极人生困惑。好，那现在是皇室战队被淘汰掉1个人，海天战队还保持全阵型，下一场会出现什么事儿？让我们拭目以待。下期节目再见。赵帅他前面绷得太紧了，打完了以后情绪一放松，哭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也会想到，就打完比赛就跟吵完架一样，你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啊，当时如果我说什么什么不就好了吗？我现在就特别后悔，我的念稿感觉都比我上一想。其实你这边打完的时候，我们票都还有，你知道吧？是吗？我其实我是真没看票的。我有看。你这边打完的时候，我们票都还是赢，只是变小胜。我想错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跟我一起赢，我觉得是我错了。我觉得这好像给大家无形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我现在想，你们才是来享受舞台的人，我不应该压榨你们享受的机会，让你们有这个压力。我也在跟吴京讲这件事情。想怎么玩，想说什么都无所谓，整理一下我们的心态，整理一下我们的想法，重新抒发，不要这么有压力。啊，我错了，前面。我心态会转变，是因为我看到我的队员们在场上跟场下他们的那个压力。就像他们没有打好，他们下场就直接哭了。棒子这么欢乐的人，他也会这么紧张。我发现我前面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校园霸凌的题啊！我为什么持反方？你怎么能让孩子看完了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嘲笑他，他没事，他怕？我是觉得这个有点问题的，对吧？我觉得从小教给孩子真善美嘛。这不是最基本的教育吗？那如果有人欺负你了，你不开心了，找一个地方好好哭一场，哭完了我们就坚强的走出来。
不管你最亲近的人是谁，是父母，是同学，是闺蜜，是哥们儿，是老师，找到你最相信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跟他分享，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你可能会好受很多。等你长大之后，当你意识到人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要埋怨当年那个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小朋友，他在他知道的领域里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反应，然后我希望更多的成年人能够站出来解决这些问题。越是在被大家否定的时刻，越要坚定的对自己认可，这个是我们度过难关最关键的方法。当你还不足以有能力去应对这些霸凌的时候，适当的示威和反抗，我觉得是要有的，起码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你们欺负得了我，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好欺负。人生远比一个外貌、一个身材要丰富得多。等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更完整的自我，你会发现你有太多值得幸福、值得高兴、值得肯定自己的理由。不要记住这个东西，大步向前走吧。